时修手机的时候，有些顾客会拿自己的不用的手机过来抵价，因为他们可能觉得修好一个，另外一个就无所谓了。然后这个 iPhone 7呢，就是一个顾客拿给我的。那这次我就想要把这个 iPhone 7把它修好，然后是把它放到一个那个iPhone 7伪装成 iPhone 8的那个 housing 里面。它也可以用那个无线充电，然后玻璃后盖，整个看上去的话，因为大家知道 iPhone 7跟 iPhone 8其实长得就很像嘛，那这个 project 就比较简单了。一开始是以为会比较简单，但是后来的话，发现那个充电也是有问题，然后就多花了一点时间，把它的那个主板修了一下。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一个黑色的框。然后它的背后是那个像 iPhone 8一样的，是用玻璃改造的，但它整个的框体呢是按照 iPhone 7的那个框子做出来的。然后有一个比较山寨的无线充电接收器，然后它还有一个这个图纸。如果说你不是很熟悉这些 iPhone 的手机的话呢，它这个图纸就可以告诉你说哪一个孔位是用哪种螺丝的。像我的话就比较熟悉的话就无所谓了。这个的话我就用不到了。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做过视频的教程，说怎么样安装它这个 iPhone 的 housing 上面的侧边键。如果说你们不知道的话，我这个视频这边的话就会展现的比较细节一点了。因为如果说你以前没有拆过的话，那可能不知道它这个结构是怎么样的。然后它的结构还算比较精密吧。这样子的话，就是你是先把一头那个铁片的那个垫片插到那个按键的柱子那边，然后一般是左手边的那个柱子，然后先插进去，然后再把它整个再往下折，一折，然后另外那个槽的话，正好是对在另外一边的柱子上面，然后再把它压紧，然后这样子就卡进去了。然后它还有一圈像小铁丝那种东西，然后也就是它那个两个柱子的两边都有那个孔位留着，然后就把那个铁丝再一头套进去先，然后再把另外一头再插进去，然后这样这个按键就算是装好了。现在开始就是拆机，把它所有的配件从原来的那个 housing 里面拆出来，然后再把它装到新的那个里面去。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如果说你想要，你碰到那种 iPhone 的 housing 已经很烂了，摔得很烂了，你想把它refurbish 一下的话，那就按照这个视频去做就 OK 了。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记住所有的螺丝的位置，或者至少是你知道哪一个螺丝，长度啊或者什么特殊的螺丝不太一样，你要把那些位置记住。只要注意在那个穿螺丝的时候，不把那个长螺丝打到短螺丝那个孔位里面去，把主板打穿的话，其他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像我的话，会把一个部分的螺丝跟配件稍微放在比较接近的地方，就是你拆下来以后放到比较接近的地方，然后到时候你再把它往回装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几个螺丝从哪个地方出来的，那样可能会比较容易 organize 吧。
这里的话我就装的差不多了，然后第一次装好了，但是呢，然后就插电的时候发现，它的确是插了那个充电线以后可以开机，但是可以看到它是并没有在充电的，那就说明它这个机器原先的话，应该是充电的那个部分是有问题的，但是只要能开机的话，问题就不大了，那就把它修一下就好了。iPhone 7这个充电部分维修的话，其实还算蛮简单的，主要是那个一个方形的USB 控制管，然后是下面还有一个 USB 的充电控制管，一个是就是控制 USB 连接的，然后另外一个是控制 USB 那边的电压过来转换成4.2伏充电的，然后这两个都要工作，它才能会充电。然后你还会看到我把有一个小芯片去掉了，然后把好像是2、3角短接了，那个的话，那边那个是那个过压保护管，就是说如果说 USB 那边充电过来超过5伏，或者是5点几伏那样子，然后它就会把那个管子给烧掉，然后那个管子是比较容易烧掉的，那个的话这样子去掉以后短接的话就会算是比较偷懒了，但是一般来说，你如果用的是原装充电器的话，不太会过压把那个东西烧掉，所以的话，我偷懒就把它给短接了，减少以后因为过压而返修的几率嘛。当然，最好是把它给原物替换掉，这是清理好以后。等待焊接，然后这个是焊好了以后，然后上面的这个替换的芯片呢，我是从国内的淘宝上买来的那种，因为有人会卖那种下半截的板子，那个下半截的板子的话，它就会有上面这些芯片都可以拆的，我觉得拆机的芯片有的时候比那个你从淘宝上买所谓的原装新的芯片成功率更高，这就是换完以后就充电就正常了。
装好以后再简单测试一下机器就好了。然后可以看到一切正常，然后看起来像个 iPhone 8是吧？但实际上它就是 iPhone 7，披着8的外壳的7。然后你可以进到那个 System 里面去看一下，它其实就是个7嘛。所以说这都很好改的。但是当然了，这个一般来说，我想应该不会碰到说有人卖这种机器把它当成8来卖了，因为它那个机器里面它是不能改成型号，还是会显示是 iPhone 7嘛。做这个视频反正不是鼓励说奸商要学我这样子把它7改成8，然后来骗人。反正的话就是正好，如果你手上也有 iPhone 7，然后外壳损坏的比较严重，想要把它稍微改一改的话，这个其实还是蛮好玩的。你这样子随便一改的话，就让一个小7基本上得到了 iPhone 8所有的功能，除了 CPU 没有那么强大而已。其他的话也还值得啊，看起来很新，对吗？而且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